什么是 VPN？ 看完这期视频，你将彻底掌握 VPN 的工作原理，了解它的应用场景以及使用时需要注意的安全风险。VPN 的全称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翻译过来就是虚拟专用网络。核心作用就是在公共网络，比如家里的宽带、咖啡厅的 WiFi 上搭建一条加密的私人隧道。咱们平时直接上网，数据是走公共网络的，就像走在热闹的大马路上，数据可能被监听、被窃取。而 VPN 这条私人隧道会把你的所有上网数据加密，外面的人看不到隧道里的内容，也没法拦截、篡改，本质是保护上网安全加实现跨区域网络访问的工具。VPN 的核心技术有3个：隧道技术、加密技术、认证技术。隧道技术就是在公网上建立一条虚拟的专用通道，你的数据进入隧道后会被封装在一个新的数据包里，在公网上传输。别人只能看到这个外层数据包的原地址和目的地址，看不到里面的真实内容。加密技术就是对数据进行加密，你的数据在进入隧道之前会被加密，对方收到后再解密。即使数据包被截获，黑客看到的也是一堆乱码，根本读不懂。认证技术就是确认你是谁。VPN 服务器需要验证你的身份，确保只有授权的用户才能连接。常用的认证方式有用户名、密码、数字证书、双因素认证。举个例子，你在家用笔记本电脑访问公司内网，第一步，你的电脑发起 VPN 连接请求，发送给公司的 VPN 服务器。第二步， VPN 服务器验证你的身份，通过后建立加密隧道。第三步，你访问公司内网的数据，这些数据会被加密，通过隧道传输到 VPN 服务器。第四步， VPN 服务器解密数据，转发到内网的目标服务器。整个过程，你的数据在公网上是加密的，别人只能看到你的电脑和 VPN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看不到你在访问什么内容，也看不到你传输的数据。VPN 有很多种类型，我们重点关注3种最常见的。第一种，站点到站点 VPN， 也叫网关到网关 VPN。这种 VPN 用于连接2个或多个局域网。比如公司有2个办公室，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通过站点到站点 VPN，2个办公室的员工可以像在一个局域网里一样互相访问。这种 VPN 通常部署在网络边界，由具备 VPN 功能的防火墙或 VPN 设备来实现。第二种，远程访问 VPN， 也叫客户端到网关 VPN。这种 VPN 用于单个用户连接到公司内网。比如员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访问 VPN 就可以安全地访问公司内网的文件、邮件、数据库等。这种 VPN 通常需要在员工电脑上安装 VPN 客户端软件。第三种，应用层 VPN， 也叫 SSL VPN。这种 VPN 不需要安装客户端软件，通过浏览器就能访问公司内网的 Web 应用。比如公司的 OA 系统、邮件系统，员工用浏览器登录后就能安全地访问。这种 VPN 使用 HTTPS 协议，通过 Web 浏览器建立加密隧道，非常方便。VPN 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第一，远程办公，员工在家、在咖啡馆、在出差途中，通过 VPN 安全地访问公司内网资源。第二，网络安全，在公共 WiFi 上使用 VPN 可以防止数据被窃听。公共 WiFi 通常不加密，很容易被黑客攻击， VPN 可以保护你的数据安全。第三，突破地域限制。有些网站或服务只允许特定地区的用户访问，通过 VPN， 你可以伪装成其他地区的用户来访问这些内容。第四，隐私保护， VPN 可以隐藏你的真实 IP 地址，保护你的网络隐私，防止被追踪。第五，企业网络互联，多个分支机构之间通过 VPN 连接，实现数据互通，降低成本。但是使用 VPN 也有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信任问题。当你连接到第三方 VPN 服务商时，你的所有网络流量都会经过他们的服务器，你实际上是把信任交给了他们。选择信誉良好的服务商非常重要。第二，数据泄露。有些免费 VPN 服务商会收集你的数据，甚至出售给第三方，千万不要随便使用不知名的免费 VPN。第三，速度下降。VPN 会增加网络延迟，因为数据需要经过额外的加密解密过程，还要通过 VPN 服务器转发。如果连接的是远程服务器，速度会更慢。第四，法律风险。在某些地区，使用 VPN 可能涉及法律问题，需要了解当地法律法规。第五，安全漏洞。VPN 协议本身也可能有漏洞，需要及时更新，使用最新的加密协议。最后总结一下， VPN 本质上是一个为你提供安全、私密网络接入服务的工具。它像是一个隐私快递服务，一个网络位置伪装器，或者一扇通往公司内网的安全门。它的价值在于，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为你创造出一个可控的、加密的通信通道。好了，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有想了解的技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